好心提醒，那个小朋友不小心他可能会吃进去，他已读然后没回，下一个动态他就泼小孩子送医院。那一阵子，我女儿呢，她就很喜欢画一个女生的图，一半的头发遮住了脸。我说其实啊，拍到跟你画的图一模一样的画，孩子妈说再讲，突然就简讯来了，额头完全在流血。啊！欢迎收看真心分享小铃铛。好，三位只要一开金口就会害人的男艺人孙国豪、张叶明、大飞。接下来欢迎两位快要受不了，男生一开口他们就要崩溃的女艺人，欢迎陈英文，还有吴宇轩。厉害了。那今天要讲的是希望男生。你刚刚说开金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他们不要开口比较好。你几滴嘴喉绿绿，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讲了，然后让人家不高兴？我算料事如神的那一种。你要讲不好听就是乌鸦嘴。所以你都会先预见一些不好的事情。跟阵子不是台风吗？对。台北风雨没有多大，没错。那我老婆就想说，OK 啊，可以出门啊。走路去 Seven 拿包裹。我说那个有很急吗？你那个出门。你都没看新闻啊？那南部很多人被树压到，哎呦，还有被招牌打到的。那 Seven 不远走路大概也就1-2分钟的事。他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哎呦，他一出门，他走，哎呦呀！滑倒，那个滑的方式跟在雪地滑倒一样，四脚朝天。还好他年轻手脚够灵活，所以屁股先着地。能 Q。回来他不那个讲自己走路不小心，都是你啦，乌鸦嘴啦。我跟你讲，因为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是财务自由的，我们就是各自有自己的理财的想法。但我跟你讲，他就是最让我受不了，就是他只要一问我说。你最近那一只卖了没？那个股票卖了没？我跟你讲，那就会突然提醒我，然后把我那个开关一打开，我就对，好像要处理了，要买还是要卖，我就会突然想很多，都会就是卖在比较低，然后买在比较高，就是我觉得都是他害的。但是交易的决定权在你手上啊。但他可以不要讲，你可以不用去操作啊。他会暗示我，他会说：“老婆，我觉得最近应该要买哦，你有在加码吗？”类似就有点灌输你一些那个。对，所以你们乱讲话不打紧，有时候是你们乱讲还害到别人。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让男生稍微安静一点？对，因为女生要指控你们嘛，你们一定会七嘴八舌，所以制作单位希望说你们呢尽量不要做无谓的反驳。最轻松啊！艺人有发了一个奶嘴，确定吗？但是忍不住的话，还是可以拿下。还是可以拿，完还是再塞回去的。请把奶嘴带上，好不好？乖乖听我们女生的控诉，看看你们多会搞事。能够一直不吃奶嘴这个办法，就是说你一整集都在讲话。好，真的好安静哦。来看看你们开口会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一语成谶，开玩笑。转头却成真。好，就是乌鸦嘴的故事哦。对，来，国豪，你是不是做过这种事？那有一次呢，就是跟这个以前一个女友啦，然后呢，我们就约了晚上一起去吃饭啊，约会嘛这样子。然后她下午呢就想说要给我一个 surprise， 她就要去 hair salon settle 一下头发。OK， 好慎重哦。就我一看到她之后呢，我就吓一跳，你知道吗？哎呦，怎么了？因为她就突然烫了一个超级大的卷毛头。黑人 style 的那种，那他就觉得新造型嘛，他就觉得很开心，你知道吗？但我一看，我就觉得说这个头不是很适合你，那我就我也不好意思说嘛，然后我只是闻到一个味道，我就跟那个味道就是说那种发胶味蛮重的这样子，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刚烫好嘛，他已经喷很多 hair spray 嘛，我说这发胶味蛮重的，你待会那个我们喝酒的地方啊，你小心就是说。旁边有人在抽烟呐，然后远离一点，不然会烧到。因为发胶嘛，胶里面有很多酒精嘛，易燃物。然后我们就到了餐厅，然后到餐厅呢，然后那位置还没有好，那门口的那个 sitting area 我们就在那边等。然后呢，他就旁边有个小桌子，然后弄得很浪漫，就是气氛比较暗这样子。然后就去一下厕所，从厕所回来之后呢，我就有个臭灰搭的味道，你知道吗？就我就一看他的头，他的那个卷毛头后面就开始冒一丝白烟，
然后他还笑得很开心，他看着我，怎么啦？我说你没有闻到臭灰大的味道吗？他说真的好像有，好像有哎。然后就果真就是他的这个座位的旁边的那个台灯下面放了一小个气氛的那种蜡烛。熏香蜡烛。对，然后就因为他那个很大一 K， 你知道吗？就真的给他燃到了，就开始烧起来了，你知道吗？好可怕！就被我说中了。对，所以如果我从那个厕所晚出来那个10秒钟的话，他的枕头就已经开始，我就要打119。那他在冒出烟，那你怎么处理呀？我就搞定这样子，用手给他拍，然后他就超尴尬啊，就脸都涨得很红啊，他就觉得很丢脸啊。哇，那很惨哎，那个爆炸头哈，那个有的时候也是冒烟，那是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热炒店，然后大家嘻嘻哈哈啊，旁边有朋友抽烟嘛，抽啊，他有时候就忙中出错啊，干杯，然后就烟在你的鸟巢里面，在鸟巢里面正好就把交朋很多嘛，就烧起来。我还有一次啊，就是说你的事蛮多的，对啊，哎，有一次乱讲话。那有一次呢，就是我开车载着我的女儿，然后要送孩子的妈要去跟她的朋友聚餐喝酒，然后呢，那是刚好就民俗月的时候嘛，然后也是晚上的时间。那一阵子，我女儿呢，她就很喜欢画一个画啊，就是说一个女生的图，然后呢，就是会有个一半的头发遮住了脸，她常常就画那个。我说其实啊，你知道旁边这个山啊，因为我住山旁边，我说这旁边这个山那里有个隧道啊，阿爸以前就是骑脚踏经过的时候，然后我自拍啊，就拍到过跟你画的那个图一模一样的画像。哇塞，真的很欠扁呢！真的吗？你知道吗？我就这样讲，然后呢，那个隧道上面呢，就刚好是全台10大阴庙之一，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在那边讲的就是很过瘾，你知道吗？有女儿就在那边听得好像很恐怖，你知道？然后孩子妈说：“哎，不要讲那个，现在是那个不要讲，你知道吗？”那我这个人就是我故事一开头了，我就要有个结尾，我就想把它讲完，你知道吗？OK， 然后就讲完了，然后呢，人也送到目的地了，然后我就带我女儿回家，一切都没事。就后来回到家没多久之后呢，孩子妈突然就简讯来了，就说。我离开了，发生事情了，我现在要回家。结果就突然一回来，门一开，头这边额头完全在流血你知道吗？他又说他刚刚在那个餐厅的时候呢，就坐在那边，然后呢就有个服务生哦，就是手就这样啪不小心挥到他，就打他额头，然后因为那个服务生手上戴很多戒指，刮下去，所以戒指直接刮，对，就直接刮的破皮，就直接流血。所以你说邪不邪门？所以说鬼月的时候要不要讲这种事情呢？当然不要讲啦，惩罚应该惩罚在讲的人身上。对啊，怎么会搞到？对哦，应该惩罚在我身上哦，怎么在他身上？应该是你头破掉才对啊。对啊，那女生还破你女儿见对，所以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有点破相，对，有一年鬼月哈，啊，制作单位就是越鬼月哈，他越爱做装神弄鬼。然后那一次我们拍完，也就是嘉义那个知名的鬼屋要回台北了，啊，车上呢就有一个工作人员就说，那鬼不会跟着我们回家吧？真的很欠揍。我们当时是一个女制作人啊，她开车，技术很好，旁边坐了她一个小孩，因为这单亲妈妈了啊，出来拍鬼屋还得带着小孩，辛苦哦，没人带，小孩果然在车上呢，他也不会乱吵乱闹，就在那边画画啊，然后画了一段时间，那我们后面就好奇，那你画完了吗？可以给叔叔看一下吗？可以呀，一看，吓死人！什么啊？我有够恐怖的鬼脸呐！那我就问那个小朋友说。你这个在哪里看到？你怎么会画这个啊？没有啊，刚刚有一个阿姨啊，那个脸啊就贴在我这个玻璃这边啊。好恐怖我就是画她的样子啊。那她现在还在吗？就是在那个车上，她不是？你。怎么会退2步？如果没有退2步，会更恐怖。我就觉得怪怪的。小孩是画那个人，对不对？小孩自己没事，是我看到画的人，我发烧2天。
但有一些是乌鸦嘴型的，比如说像我之前去出外景的时候，常常那个摄影师都有一种预知未来的能力耶。在拍那个空景，就剩最后一天，他们在拍空景，拍的时候啊，就是看到那个云层后，他就说。哇，完蛋了！我跟你讲，今天我们坐的飞机一定会一直抖。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乱讲话。我说不要开这种玩笑，就跟在机场你不能讲会有炸裂物，这逻辑是一样的。他说没有，这是我们的经验，这种云层就是会抖。就上飞机之后，因为我们大家都。坐不一样的位置，因为我们都坐那种微联航，然后我们坐着的时候，真的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开始抖到我就握住旁边那个人的手腕，你知道我已经觉得有点恐怖，我就回头看一下那个摄影师还说，谁？你看，抬头举，绕过你了，然后也不怕，对，然后有一次。我们去辽国出外景，那时候去的时候是天气蛮冷的时候，那我们就从那个山啊开始拍一些空景啊，拍一些东西。那因为它的有一些边边的地方又有水沟什么的，我就想说，我就想起那个导演蛮怕一种动物，那我就跟那个摄影师说，我说，这边会不会等一下跑出那个动物啊？因为讲很大声，然后导演就转头瞪我，他说，你完蛋了，你等一下可能会被叫去溪里面洗澡，然后我就心里想说什么意思啊？对，然后他说你没看那边有溪，很多人在洗澡跳水吗？那种东南亚国家很多人都在跳水。我说你不用想太多，不太可能，这天气太冷了。而且我不是他们那种体质。他说可是你再继续这样讲下去，我觉得你蛮有机会下水。结果就这样给他走，我们就走上桥边之后，那导演只是往外看，陈英文。你下去，等下就像他们那样洗澡。我说导演，现在天气真的很冷哎。他说没有啊，这敬业啊，就应该要学。哇，就是只好把我备好的东西弄一弄，然后就下去洗澡。怎么感觉像他们是同一伙的讲好的？我觉得像是摄影师跟导演跟同一伙的。我有遇过那个乌鸦嘴的男性们，然后那时候是在滑雪，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去北海道24谷，然后吃完饭以后，我们要从餐厅走回我们的饭店。然后因为很暗，然后加上滑雪的地方都不是在市区，就比较偏一点，所以它的路灯也没有这么多。然后我们就边走边讲话，然后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有点在融雪了，就一直听到有那个潺的流水声。教练就说：“怎么一直有水声，可是没有下雨？”对，然后怎么一直有水声？你们要小心哦，说不定旁边有水沟。然后一讲完，因为我们是滑单板嘛，那不是要穿那个雪鞋，那个就是如果你穿上去以后，你就不好走路，走路都会有点这样，然后你又拖一个板子，然后他一讲说小心会有水沟，然后我就怎么会啊？我直接整个人摔进那个水沟里，哪里有水沟啊？哇，就这里。因为哪里有水沟？是你讲的是这个吗？是这个。没有。我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是掉下去说，你说这个水沟吗？这个。没有这么多时间，就他一讲完，我就整个脚踩进去了。踩空以后，我整个人真的啪，然后加上我穿的是雪衣。摔下去，全部人都在笑，还有人出来拿手机拍限动什么，没有人要救我，完全没有人要救我，还标注我，然后发了以后继续笑，我就一个人在那边吸那个水沟的水，然后最后是被2位壮丁给扛起来，拿起来。对啊，就是乌鸦嘴。我那一天在那个 TVBS， 我站在阶梯的高处，然后我女儿要来看我，然后车子一停下来，我老婆在那来了，那车门打开，我女儿看到我很开心嘛，她就用跑步在跑阶梯，爸爸，我就说小心，还好我抱住对，就是一喊小心，他反而会有时候会那个她受惊吓，她本来不会跌倒，被你这样一喊，她吓到了。不是因为你讲说小心会跌倒，我们就听到跌倒那2个字就跌倒了，节奏被打乱了。燕明也是哦，好心提醒，结果又害到别人。但是我真的是好心提醒，因为我现在有小孩之后，你就会比较注意朋友的限动的小孩的状态干嘛，看他去哪里玩什么的。然后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很喜欢 po 小孩的限动，带他出去玩干嘛的。然后我有一次就看到他的小孩在他带他去吃饭，然后他就在玩那个好像是水杯上面的贴纸，然后那边玩，然后很可爱这样。然后我只是好心提醒跟他说，你那个小朋友
不小心他可能会吃进去什么的。还有小东西。对，小东西要注意。结果他已读，然后没回，然后下一个动态他就 po 他小孩子送医院，就是他吃到那个，就真的吃到那贴纸，然后就在催吐，然后没有催不出来，然后医生就说那没关系，就是让他自己拉出来这样。然后反正就是送急诊。然后第二次就是我也是在看他的限动。然后发现他在床上，就是他家的床上，因为小朋友很好动，就跳。然后我就好心又提醒，跟他说，哎，你小朋友这样子，就像你刚刚讲的，对，可能会跌倒哦什么的。他也没回，然后这次是没读没有回，然后大概第3个限动，他就 po 他小朋友头撞一个包，对，肿一个超大，然后又撞到，然后你可以不要再关注他们的脸书封锁你吧，我就封锁你。他就传讯息，语重心长跟我说，他们家的煞星哎，对啊，你去看人家就出事，你不看人家都活得好好的。然后他就传讯息说，你不要再介入他们家了。对，他说叶敏，拜托你以后看就好，不要再回复我任何小朋友的限动，很危险，不要鸡婆啦。对，但是我跟你讲，事不过三，有一次他就是带他去乐华夜市。打那个太古达人在那边打，然后我准备要回，就想说啊，不行，有前车之鉴，对，他可能会那个，我就打电话过去。不是太古达人，没有太古人出什么事？他就打太古达人，然后我想说不可能，我想说问他去哪里玩，我没有要跟他说什么，然后我就说，哎，你那个鼓啊什么什么，然后还没讲完他就挂掉了。结果后来就没有事情。事不过三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直接挂掉。讲他赶快挂掉，对，赶快挂。这个成语用在这边对了。那你还有什么是讲了什么工作，后来就接不到？有一次也是，就是我们在拍戏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新人，那是我们准备要杀青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哎哥，我现在接下来可能就是还没有接到戏什么什么的，那我要干嘛？那我只是就是想说啊，开玩笑就说没接到戏没关系啊，反正你现在也没有小孩，也没有结婚，也没有车贷，没有房贷，你就出国去玩啊，就把你赚的钱就是开心的花掉什么什么。结果他就真的这么做，然后他就是到处玩啊什么，他把钱都花光光。对，就去瑞士啊还是什么的。后来半年之后开始他 po 一些去打工的话，等于他动态，他去打工了，他去打工，他去，我想说当那个 Uber Eats 这样。没有，他就是去餐厅打工。我想说，他可能玩回来了这样子。然后过了1年的时候，我在餐厅吃饭，然后刚好遇到他。他是服务生，他不是服务生啊，他就把你当谁？他就刚好去那间餐厅吃饭，然后遇到我。他说，叶明哥什么？我说，你不错吧，对不对？你看你现在就是去瑞士玩回来，然后打工，我学到一些经验，现在应该有戏拍了，对不对？他说没有，还是没戏拍，现在继续在打工。他说就是被你1年前这样子讲，说什么到出国去玩，然后说不用急着接戏什么的，结果就一语成谶。他就一直到就是过1年后都没有戏拍，好惨，好惨，他钱也花光光。对，钱也花光了。对呀。我曾经有个朋友就说，他说他现在剩下没多少钱。对。他说我朋友就建议他，你就干脆去澳门，就是 double or nothing，就他回来直接 double 到不行。哇。对，就是然后我在想说，哇，有这么好赚吗？结果我去那一趟我也去。对。我想说，我都不是输成这样子。但我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是很喜欢开玩笑，因为我们男生就爱开玩笑。我们现在大概我固定每个礼拜都会打1次篮球这样。然后呢，我朋友就很想要打球，但是说，那你们那个场的强度怎么样？我说也还好啦，就是大概有几个人受伤，每次来都会有几个人受伤。你这断几根骨头啊？对，断几根骨头也还好，那都小事情。听起来觉得我是在干话，说那听起来没有很强啊，那我要去。然后我说 OK 好，就他来了，他就跟我们打。结果他一上场，球一传给他，就听到“哐”一声，就是吃萝卜干，就是手指就折到，那个叫做吃萝卜干。吃萝卜干就是手，他接球的时候手没有拿好，他这样戳到这样，咔一下，对，然后咔一下，然后我就想说哇，你没事吧？然后他听到扣一声，他说没事，还好，小受伤。所以他就吃了小萝卜干。对，他吃了小萝卜干，然后他想再继续打。然后我说我就说你要继续打，我跟你讲，你再继续打，你说不定会脱臼什么的。然后他就下一球。砰撞一个，他整个人飞起来掉到地上，然后我们就全部过去看他，他就这样起来，然后哇，然后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啊我手脱臼，然后还笑，然后我手脱臼，我说你笑着讲手脱臼，这样对吗？然后他就继续讲，他咔一声回来，哎呀哇，他自己接好了，我说你确定还要打吗？你再继续，等下骨头就碎了，我跟你讲。然后结果就接下来打，因为你知道我们就是看到别人受伤，我们就会开更大的玩笑。你是像吴以轩如果跌到水沟里，对，我们这次我们在旁边的人一定会讲一个更好笑的。对。然后结果他打完了，忽然间他就坐了一个大的飞机，就是坐飞机就是
抢篮板的时候，有人顶他一下，他整个人砰，他整个脸朝下撞到地上，然后就听到嘣一声之后，我那时候在场下，我想说天哪，真的我该不会又中了？对啊，我该不会说怎么就中什么？然后我就过去看他，我说你怎么了吗？你还好吗？但他一起来之后，我就看到他门牙这样碎了一片，这样那个断了牙齿之后，他就离开，因为事不过三。对，我刚才也在想这个成语事不过三，他自己也忽然想到知所进退啦，因为他担心你接下来不晓得要讲什么，我还是先赶快离席。对他要站起来之后，我说你该不会？然后他说不要，我说可是你爱，怎么该？那你等下回来，然后就手刀赶快离开，你该不会长痔疮吧？我再回去见血，边滴血边一路的血。好了，再来看看男生还有什么讨人厌的能力呢？就是馊主意最多，出的意见保证出错。出馊主意。给搞。就是有遇过这个，就是那时候呢单身嘛，然后就在问说，看到一个男生我蛮喜欢他的，我就问他的好朋友，刚好也是我的好朋友一个男生，我就说，我还蛮喜欢那个 A 男的，但是我想知道怎么追他，因为我就是喜欢一个人，我会比较主动追求，我是主动型的，然后他就说，我跟你讲，你不要太主动。因为男生他们喜欢追猎物的感觉，如果你要是对你要是自己送上门，他就觉得太容易了。那个猫每天在那边追老鼠或追着大厉害、小厉害，对，干嘛那么辛苦？啊，你就抓一只老鼠，好在他面前，他不要，他一看，秒，你学猫有偏可爱哦。他就是要猎，对他就是喜欢追的感觉。然后我就说好，我知道了。所以本来我们一开始聊得蛮热络的，我听到以后我就说好，那我要开始，你知道 ，play hard to get， 对，欲擒故纵给他，他就传讯息给我，我本来都是秒回，秒已读那种人，我没有，我就半个小时以后，1个小时以后，然后我都会先偷看那个讯息，对，结果后来大概几天之后，这男的就不传讯息给我。之前还会回我限动，我也会回他，然后我也是就看到以后不回，然后他回我的时候，我就按2颗爱心，就是代表我已阅这样。他开始就不理我，然后想说，嘿，怎么会这样子？结果后来大概过了快1个月，我就跑去问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你就是我们之前好像聊得还蛮热络的，为什么现在这么不热络了？对，他说哦，因为我觉得你好像跟其他人也就是他觉得我是海后，就是我这样长时间不回他，他觉得我是已经为什么会挽回？那就是中间一直在回应别人。他看到别人的贴文，我有在下面留言。这有最忌讳的，哇，这个真的你不回他，然后你在别人那边回，这个最讨厌的。对，可是我最喜欢的人是他耶，但最后就没机会了。稍微有一点自尊的男人都没办法接受。可是我是听他好妈吉讲的，好妈吉到底是安什么心啊？对啊，应该是那个好妈吉想要把你。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对不对？故意搞破坏。3不5时，爱要及时啊！喜欢就得。你是用在爱情吗？我以为是用在亲情吗？喜欢他，赶快跟他表白啦，先抢先赢啦，被打枪就算了啦。因为我本来也是这种。对呀，会不会听从你的建议，很快就讲，然后马上反而也就把人家吓坏。我喜欢你，你水性杨花。我们才认识2天。我还有一个，就是我那时候交往的一个男朋友，然后他就有一天说他家人要从南部上来，然后说要去吃餐厅什么什么，我就说那带他们去吃餐厅好了。他说，你不是有什么证照吗？那个厨师证照啊，你是有证照的，我是有。他说你不然露2手，我们请他们来家里吃饭。然后我想说。这样好像也是可以，我就那一天一早我就出门去买了很多好料的，然后一早就在厨房做菜，然后做到晚上，家人好不容易来咯，我们就在那个餐桌面前，然后大家就聊天嘛，然后也是蛮和乐融融的。
结果吃着吃着，我就看到妹妹怎么就扒一扒饭，就眼睛开始有点泡泡的，然后我又再低头吃一吃，她再抬起头来，她耳朵突然变很大个，有一个过敏是不是？全民情圣，她整个嘴巴肿起来，然后我就这样说，妹妹啊，你是不是？后来都肿成猪头了，有没有？跟那个神隐少女那个他爸妈有没有？还在吃，那吃会被擦掉啊！真的越来越肿，他那是过敏的吧？过敏，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过敏？然后他爸妈就看到他说，不行，要赶快送医院了。所以人家好不容易来我们家，然后我还煮了，很辛苦所以说到底你是给他吃了什么？我跟你讲什么啊？他对大蒜过敏，我男朋友没有讲。大蒜过一定敏，要讲他没有讲。大蒜是杀菌的，跟你讲，真的，他对大蒜过敏。然后我还那天还煮蒜头鸡汤，炒青菜蒜蓉虾，对啊，他来我家然后吃饭还烤了几条香肠给他配蒜头。最香的那一种。去医院以后，医生赶快帮他打针，就说这个再晚一点来可能会休克这样。所以呢，过敏性休克。我第一次跟人家见面，我就差点把人家弄到快死掉了。不怪你啦，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蒜头过敏。对啊，后来你们就分手了嘛？那个妹妹大病初愈，对哥，你如果再跟吴宇轩在一起，我死不瞑目。男生给的建议一定都不可靠吗？燕明倒是有话要说。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不可靠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譬如说像要追以轩那种经验，然后他就是要追一个大概 IG 有大概30几万的网红啊，对，算人气蛮高的，然后他们也是很热络这样子，但是就一直没有进展。然后我们想说，那你们是怎么相处的？他们说就是也是去看电影啦，然后就是偶尔传讯息问他在干嘛什么的。可他就发现也是有一个状况，就是他就是传讯息给他，他就只按爱心而已，因为他不知道女生的心意怎么样。他就问我们这样，我就说，因为我之前追我老婆的时候，我就是每天嘘寒问暖，就是3餐啊什么什么，我还跟他分享心情，我今天在干嘛，然后拍，比如说我今天在健身房，然后拍照片给他说，什么什么我在健身，什么，属于时时刻刻对那个打卡的人，对，打卡的人，然后上下班也接送他，然后就追到我老婆，他就说，好像可以用这一招，因为他平常就是偶尔传的，他怕会吓到女生，他就开始死命传，一开始好像还不错，就是女生开始有 feedback 回来有比较多了。可是过了大概1个礼拜时间，女生开始就有点从已读不回到不读不回了。对，就开始不读不回了。然后有时候打也没有人接，然后也约不出来，就透过譬如说那女生的闺蜜去问看看好了。就后来才得知说是因为这个女生她前男友也是这样子，然后有点过于紧迫逼人，然后导致于他有一点 PTSD， 就是有点症候创伤，因为他那个前任男朋友有点太可怕，就还会去他家楼下按电铃，然后找不到他去找他爸妈、所有亲戚朋友、公司楼下等，然后公司主管什么都打电话问他现在此时此刻在哪里，或是他去跟他姐妹喝酒，他也会跟他说，你现在在哪里？什么时候？大概几点回家？喝第几杯啊？有男生搭讪你吗？你有给赖吗？好烦哦。对，然后我朋友就是有点太控制过了这样子，就是任何事情，什么大大小小事情都跟他分享啦，就是有点太过在拍马桶。对，然后有点太过极致，就吓到女生了，所以女生后来就这段情就没有了。男追女真的也要看那个女的个性啦。对，因为我对我老婆有的女的是你一直紧迫盯人，她觉得好有幸福感哦。对我老婆就 OK 啊，时时刻刻都在关注我。对啊，有的女的哦，她向往那个自由嘛。你稍微那个追踪她的行程，她就避免啊。每个人不一样。对啊，所以这因人而异啊。大部分的男生都向往自由啦，我就跟人家颠倒，我就到现在都结婚14年了。我老婆如果没有特别传讯息来关心我哦，我就开始这样越想越气，不舒服，越想越气，开始会想很多，对不对？对。我有一天也没有来由的，我就不跟他讲话。送完女儿上校车以后，他跟我讲话，我也就不回。然后到了中午，他忍不住，你今天是吃错药是不是？对，我吃错药了。他问我为什么这样，我说我们像不像室友？好爱无理取闹，
生哦。紧张哦。我觉得没有恋爱感。哦，他说我们都结婚14年了，对啊什么恋爱感？对，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离婚的。还信了他一那顿。你就带他去约会啊，你自己制造约会感啊。你又不出门，的安排，你平常自动自动一点点浪漫。怪啊。不安排又要写。我老婆也算冰雪聪明嘛，没有恋爱感。没有恋爱感是谁造成的？啊，每天吵到说，总之我就是觉得没有恋爱感。然后就说我懂了，我今天终于了解你了。然后就去浴室洗澡了。你就有恋爱感。没有，他会站在床边，来啊，扑倒我啊！哎呦，这么霸气啊！穿衣服的样子。我不想要这么detail。很有感觉，很有感觉，很有画面。不要。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又恋爱了。婚姻的温度就又回来了。啊，老夫老妻要经营。其实要啦，还是要有一些亲密接但触。必须讲很不容易啦，因为大家就是这么熟悉了嘛。再来最后一个是希望你们真的不要再开口了，因为自带大声公散播消息，你们真的最擅长。话藏不住，到处这样子乱放话，这种男生真让人受不了。你知道我老公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呢，他们有时候就会在楼下聊天。那有一段时间就是刚好有一个就是那个节目很喜欢到人家家里面去拍情境式的，然后他要看对方的反应。哦，那像考验吗？对，然后那一集呢，就是他们会帮我化老妆，然后测试我老公认不认得出我。我就说我的声音很好认，化成灰小孩都认得。他们有来试妆嘛，试妆之后还有一个正式，然后试妆就已经这么厉害了，所以我就蛮期待。然后那时候刚好那一天他们在楼下聊天的时候，我老公刚好上去拿东西，我就跟他稍微再聊一下，他就讲到说，我哪一天我要约你老公出去，他约的那一天刚好就是那一天，所以我就觉得不行啊，我老公不能被你约出去，因为制作单位可能会骗他说要帮你拍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他要帮我们拍一个他测试的，他就说那你要干嘛？我说他们会帮我化老妆，我就还拿手机给他，你看这个人是谁？他说这是你吗？我说对啊，是不是真的很不像我？他说哇，这他应该会认不出来。我说这很厉害哎，我说你千万不要讲哦。我说你不要告诉他。结果那一天啊，真的制作单位来啊拍啊，就一切非常的顺利。我老公真的没有认出我，但我就难过了。那个眼神交流，你怎么会认不得我？所以你真的就是有对看很久。对，我就自己也有点调皮，觉得说我很想让你知道是我。然后可是他完全没有认出来。然后就觉得有点难过。过没多久，节目都播出，我们是一起看，然后还在那边笑。他都还在滑手机，然后我就那天睡觉，我问他说，我那天这样看你，你都没有认出啊？说我早就知道啦。我说你怎么会早就知道了？就我非常的惊讶。他说。没有啊，那天你跟那个谁讲啊，他就跟我讲了。我说他为什么跟你讲？我说我还很难过，觉得说我跟你有一点眼神上的交流，你都没有认出我，太大嘴巴。我每一次看到他，真的很大，我就说你真的是很破坏我的。我说我整个10几天在等他播出的那个，我心里都很不舒服。但是我想起你那个故事，我们以前做过一个单元那个小孩子很好，很妙哦，尤其是差不多3岁到6岁之间的小孩，他妈妈那个你把他改变装扮，他就认不出自己的妈妈了。然后我就察觉这个有趣的事情，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单元嘛就是妈妈宝宝要乖哦，妈妈去出去一下买个那个沐浴乳哦，然后就回来，然后我们把它弄成巫婆，你知道吗？然后没多久妈妈回来，已经变巫婆了嘛。小朋友，你妈妈呢？我要带走你啊！哭得很惨，你知道吗？播出收视率爆高，播了3集我就收到 NCC 的罚款。对啊，你在吓小孩干嘛？那个罚款的内容主要原因是什么？对，就是类似那个易造成青少年及幼童不当的心理发展。这么严重？违反社会善良风气。奇怪了，我们会做这个也是因为日本在做啊，人家日本都没事，来台湾做就有事。好，有时候男人讲话就是比较直啊，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对啊，国豪就是大直男。对，我跟你讲，就有一次呢，反正就是兄弟嘛。那我觉得就我们男生有时候在外面遇到一些单身女性啊，那你介绍给你兄弟，我觉得就是说
无私嘛，对不对？大家 sharing is caring 嘛，对不对？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刚好去一个这个 bar，然后一去这个 bar 了，我就就看到那个兄弟，然后就跟那2个女生之前是2个月前我帮他介绍的，他们就在那边饮酒作乐，喝得很爽这样子。那我就看到了嘛，那当然很熟嘛，去打招呼，还是去打个招呼嘛。然后说嗨，怎么那么巧啊？喝2杯这样子。那我就不晓得他们之前在聊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有人吵。就那个女的，这个很漂亮的，然后也很高，反正就是她在把的这样子。然后女的就突然就问我说：“好啊，那个他现在有女朋友吗？”然后我说：“哦，他有女朋友在一起好多年了。”你这是故意的。没有，然后我那个朋友呢，他本来还喝得很开心，你知道吗？然后突然就这样，突然很醉，你知道吗？突然喝到假酒这样，晕了起来。然后那个女的就问他说：“你有女朋友哦？”因为他们就是暧昧阶段，正在追他，你知道吗？哦，你有女朋友？然后那朋友更醉，直接这样瘫到地上这样。好想吐我，好想吐我，就这样冲出去，就落跑了，就直接不给任何的解释哦，就直接就酸了。那他是真的有女朋友？他真的有，而且我也很熟的，在一起好多年的。对，就是替天行道 OK。对啦，我也觉得。我有遇过一个很笨的，就是那时候有3个男生朋友，他们都各自有女朋友，然后因为有女朋友嘛，如果他们想要去泰国玩。就带着女朋友去，就不能去自己想要去玩的地方啦。然后结果他们3个人就想出来了，他说不然我们去洽公，那去泰国洽公一定不太可能嘛，就说我们去上海。所以他们的一致口径都是跟各自的女朋友说，他们要去上海洽公，然后机票买好了什么，然后洽公就是可能需要出差啊，然后还要应酬啊，带着你们真的不方便。然后女生也都好啊，结果。那男生就很开心，想说我们计谋成功了。对，直到那一天来的时候，有个男的他就是睡眼惺忪，然后女生就说：“快点，你的飞机要赶快去机场，不然我载你去。”然后那个男生就这样也没有醒来，他说：“好啊，你载我去好啊。”然后他就说：“那我要去桃园机场第1航厦。”然后那女生就。上海不是飞松山，你那时候跟我说松山飞嘛，然后他说没有啊，就是桃园机场，我要去桃园机场。然后那男的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哦，女生就说不然你那个机票还是什么 APP 电子机票给我看一下。然后男的就这样，给他看，然后就那女的泰国是飞台链。然后3个人因为机票一起买嘛，3个人的名字都有秀出来。结果那女的一看直接气到，她打给旁边打给另外2个人的女朋友，就直接说我看到机票了，他们要去泰国玩，然后还直接翻那个群组，那女的直接爆炸，然后翻她的那个赖群组，就已经看到他们想要去哪里玩，什么洗澡什么的，全部那个罪证俱凿，对证确凿，太多了啊！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后来还有人因此直接手机被装上定位 APP，因为被骗过，然后就女生不爽，就觉得你连这样子都会骗。对呀，好，这个大嘴巴坏的好事就算了，有的更严重，直接怎么样？散布假消息。好了吧？我就是那个散布假消息的来源。就是因为我们有一票很好的，就是算每天都腻在一起玩啊，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出去打球啊，干嘛运动都一起的一票朋友。然后忽然间呢，有一个忽然间中间有一个人，忽然间就很少出来。你问他说，你今天有要出门？他说没有啊，他说今天没有要出门。然后久而久之聚会也都没有他嘛。然后后来有一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这个人，我说，他最近怎么都不出门？对，他说你不知道吗？他最近去医院检查得癌症。然后我听到我就说真的假的？他说可是你不要，他就跟我讲，可是你不要讲，因为。他可能好像没有要让大家知道，现在只有我知道，所以你不要讲。大概1个月之后，然后我们就带他朋友聚会，然后还是没有他嘛。然后喝了几杯酒之后，我就很难过，我就大痛哭失声。对，我就说哇，你们真的是哇，我们觉得这很难过，就怎么会有人
得癌症，然后这样，我真的哭的那个潸然泪下，你知道吗？哭到人家就觉得哇，你真的跟他很好，然后最后我潸然泪下，他说你干嘛忽然哭？他说你们都不知道啊，他已经得癌症，他死了，你们都不知道。然后我就边哭边讲，然后他说，而且以你这么爱唱歌的人，对不对？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做了你的人？然后边哭边唱的。对，这个情绪整个渲染在这个整个包厢，然后大家全部都开始为之动容。对，然后大家就边哭边跟我讲说：“你是白痴吗？他只是交女朋友。”全世界都知道他交女朋友，但只有我不知道，因为有一个人骗我说他得癌症，所以我也不敢问，你知道吗？我就那个东西就一直放在我心里，我就想说，我到底要不要问他？我问主人也不对，那我问就是我都不敢讲，然后最后我才发现，原来我被骗，然后我还导致成为这个大神功，对，去散步，因为我到处跟人家讲说，他得癌症，他得癌症，对，气死我！你真的好容易被骗的感觉。我跟你讲，我是一个就是藏不住秘密的人，所以我在这个演艺圈就是选择不看不听，我什么都不要听，对，这样也好，对。然后有的朋友真的爱弄开玩笑，我不是跟你讲过那个收到讯息，对不对？玉玲问你一下，对，阿国的公祭是什么时候？我整个大吃惊，阿国还很年轻啊，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件事？我这个朋友做的真的也太不到位了吧？然后我就说阿国的公祭，我不知道他死了呢，那我问一下好了。真的好。没多久他马上回我，如果他没死的话，为什么都不回我讯息？哪有人这样聊天的？就直接问有没有他的消息，就还问人家公祭在哪里？普遍男生这是中二病啦，爱开玩笑，讲干话。对呀，但是常常造成那个不好的后果啦。对，所以拜托大家以后呢，这个要讲话之前，好好先想一下后果好吗？评估完再说出来哦。今天还有很多精彩花絮，请大家追踪真心棒的小铃铛的脸书，还有未来戏剧台的YT频道哦。谢谢大家，谢谢。